退賽書被壓在我的弓上，直角正好蓋住摩白的握把。我沒有伸手去扶。羅振海說許曼父親帶來贊助，我只要讓位，人能留下陪練。那語氣像在分配物品。許曼穿着新的主力背心，手裡翻着我記滿風向的藍色筆記，每一頁都是我的判斷。我忽然明白，他們不是在詢問，而是在等我親口承認被取代。這一次我聽懂了。我把退賽書撕成兩半，紙屑落在那枚原本屬於我的臂章旁。我沒有再替他們收拾。我告訴羅振海，名額不是誰出錢就能拿走，我會從公開賽社回來。聲音比想象中平穩。他笑我右腕帶傷，離開省隊後連一張完整靶紙都未必買得起。我記住了他的笑。我摘下臂章放回桌面，背起弓帶，沒有再看許曼的表情。門在身後重重合上。停車場邊，糖果用一把摩白舊弓，把箭釘進20米外的八環。他的手仍在發抖。他說替補3年已經夠久，只要最後一箭不再被換，他就加入。我看見他眼裡的倔強。高寧把舊靶場租用單遞給我，卻先聲明自己只調器材不上線。他把選擇留給自己。報名只剩7天，而我們真正願意射箭的人，現在只有2個。倒數項貼在胸口。舊靶場的窗縫漏風，靶架歪斜，地面還留着去年雨水的痕跡。冷風一直灌進袖口。糖果前9箭很穩，最後3箭肩膀卻越抬越高，只拿到91分。他把失誤全咬在牙裡。他盯着我問，到了正式比賽，我會不會也把他換下去？這個問題不能靠保證。我沒有許下永不換人的空話，只說站上射線後，最後一箭由他決定。他終於抬頭看我。高寧拆開舊弓，發現重心一直偏右，根本照着別人的手型配置。錯誤早就藏在器材裡。糖果第一次握住調整後的弓，肩線終於不再被器材硬生生拉高。他第一次站得像自己。第9箭後，我右腕像被細針刺穿，卻本能的想再拉一次。我差點又違反約定。高寧按住弓臂，把每日72箭，疼痛3級停射寫上白板。白字比疼痛更醒目。他說規則若只限制別人，就和羅振海的命令沒有差別。我無法反駁。高寧站到10米線，第一箭只進6環，呼吸立刻亂了。他沒有向任何人道歉。他沒有射第2箭，卻在報名表最後一欄簽下自己的名字。那一筆寫得很慢。河岸資格賽的側風比預報更強，靶前大旗和水面風向完全相反。風聲擦過護腕。羅振海帶着省隊2隊進場，故意說傷員湊隊只是逞強。我沒有回頭理他。高寧把3段紅線綁在靶架旁，讓不同高度的風各自留下訊號。訊號終於能被大家看見。糖果前6箭只排第19，看到教練後，右肩又不受控的往上提。舊記憶壓住了他。我沒有改他的動作，只提醒那句約定，最後一箭仍是他的。我把決定留在他手裡。他重新放低肩膀，接着射出5個9環和1個10環。節奏一點點回來。排名跳到第80，他先看自己的手，像第一次確認他真的可靠。他的眼神亮了起來。輪到我上線，我只在限制內完成箭數，不再用多射換安全感。我忍住了加射衝動。最後一箭落下，我以第3名晉級，手腕仍停在可控的2級疼痛。這次停下不是退縮。團體抽籤把我們送到省隊2隊對面，場邊立刻響起一片議論。抽籤指向一封戰書。最後一局開始前，積分板顯示逆風隊仍落後1分。他緊握着最後一支箭。按原來的安排，最後一局本該由我收尾，
這也是最穩的選擇。我仍能聽見心跳。我看着糖果，把位置讓給他，因為承諾不能只在容易時成立。他沒有推回來。羅振海隔着護欄提醒他，替補從來沒有資格決定隊伍前途。那句話故意刺向舊傷。糖果握弓的手微微發白，卻沒有回頭向我求一個新答案。他只盯着自己的弓。倒數進入最後3秒，和風突然偏轉，把錢大旗猛地翻面。所有人都屏住呼吸。高寧只喊了一句別追大旗，看紅線，讓所有聲音都停在那裡。我們只剩同一個訊號。糖果沒有急着放箭，等到中段紅線短暫垂直，才鬆開手指。他選的是自己的時機。箭穿過側風釘進10環，計分板在停頓後翻成領先1分。全場忽然炸開。他先愣住，隨後抱住弓哭了，因為這一次沒有人替他收尾。我沒有替他擦掉眼淚。逆風隊取得區域資格，我們3個同時碰到那張剛印出的證書。那張紙第一次有了重量。頒證燈光亮起時，大螢幕卻忽然播放我受傷跪地的舊訓練影片。笑聲瞬間斷掉。主持人停下流程，主辦方當場暫扣我的參賽證，要求查明傷情。我把護腕扣得更緊。羅振海站在看台下沒有說話，我卻知道這只是他換了一種進攻。真正的戰場才剛轉向。主辦方把2個選項放在我面前：退出團體或48小時內公開評估。沒有第3條路。羅振海帶着記者坐上看台，等我在疼痛時證明自己不受控制。攝影機始終對着我。前30箭都很穩，第30箭落下後，右腕疼痛升到3級。數字不會替我撒謊。所有人都盯着我，像在等我為了面子繼續拉弓。我也在等自己的選擇。我把弓放回架上，主動提出暫停5分鐘，讓醫師重新檢查。手指離開弓弦。那5分鐘比任何一箭都難熬，因為我聽得見場邊的竊竊私語。我只能守住呼吸。我調整握弓角度，把力量分回肩背，再完成剩下6箭。每個動作都被記下。最後一箭落在9環，沒有英雄式逆轉，卻也沒有越過疼痛紅線。我接受它不夠漂亮。評估表寫下每日箭數上限、疼痛3級停射和賽後複檢。紅線終於落在紙上。我的證件重新生效，限制也從私下約定變成正式參賽條件。自由和限制同時回來。我第一次承認，能安全停下來，才是我重新站回射線的資格。這個答案並不輕鬆。合作場館突然取消夜間時段，我們只能搬進漏雨的舊羽球館。水滴不斷打在地板。短距離標線貼在濕地板上，風從破窗鑽進來，把架只能用沙袋壓住。條件比省隊更差。我連續4次修改糖果站姿，總覺得只要多掉一點，就能少一次失誤。我卻以為自己在幫他。高寧的射序也被我整套重排，連他原本的停頓節奏都被拿掉，連沉默都被我安排。糖果忽然放下弓，說他今天不射了，因為我和羅振海越來越像。他的聲音很冷。那句話比任何落箭都重。我第一反應竟然還想解釋自己是為了贏，那理由突然站不住腳。高寧關掉計時器，提醒我控制不會因出發點不同就變成尊重。我只能把手放開。我把訓練記錄表推到桌面中央，承認射序不該只由我決定。這次不是象徵。糖果把自己排在開局，說他需要先用速度找到節奏。他不再等我同意。高寧選擇收尾，因為他想正面面對曾讓自己退賽的位置。他要把恐懼變成位置。他們把我放在中段，只負責最穩的2箭，不准我臨場加碼。
這份限制由他們決定。看着新的社序，我不安地想改回去，最後還是把筆交給了他們。我終於沒有搶回筆。區域賽首輪，東港隊3名選手都在全國前10，第一局便領先3分。排名沒有給我們喘息。場館側牆漏雨，風從缺口斜灌進來，3段紅線各自晃向不同方向，每一層風都不同。糖果照自己的節奏搶先開局，不等我點頭便射出第一支9環。他開始相信自己的速度。我克制接管的衝動，只完成被分配的2件，2支都落在9環。我只守住我的部分。最後一件交給高寧時，羅振海在場外提起他曾經發抖退賽，舊傷被當成了武器。高寧的肩膀僵住，視線也從靶心滑向看台那些陌生面孔，恐懼像突然收緊的繩。糖果沒有教他怎麼射，只提醒一句：紅線還在。那句話把他拉了回來。高寧把呼吸拉回眼前，先看最低紅線，再看中段那一條。他自己找回節奏。他等風從缺口退開，鬆弦後沒有立刻抬頭確認結果。我也沒有替他看靶。漸落10環，逆風隊完成晉級。他站在原地很久才慢慢笑出來。這個笑不是被允許的。我終於明白，隊友不需要我代替他們勇敢，只需要我別搶走他們的方法。這一次我真的站在旁邊。省隊主場的反彈側鋒曾被我寫滿整本藍色筆記，那些數字曾屬於我。許曼照着舊修正值開局，第一件就替省隊取得2分領先。舊答案暫時奏效。高寧盯着新加裝的轉播廣告板，發現回流比去年晚了整整2秒。風場早已換了形狀。省隊仍依照舊節奏出箭，許曼第2箭被遲到的側鋒推到7環。筆記沒有看見今天。他落箭後先看羅振海，像在等待筆記告訴他下一步該怎麼辦。他的遲疑比失分更重。糖果沒有翻任何舊資料，只盯着紅線等新的風口出現。他終於只相信眼前。第一個10環落下後，他仍沒有加快，第2箭又等了2秒。等待也成了技術。第2個10環把比分翻轉，藍色筆記第一次成為省隊的誤導。比分終於站到我們這邊。我拉弓時手腕升到2級疼痛，卻沒有趁領先多射1箭。我照規則放下弓。決勝局前，計分板顯示逆風隊領先2分，看台人群開始真正安靜。領先並沒有讓疼痛消失。我看着許曼手裡那本筆記，終於不再覺得自己的判斷被偷走了。真正的能力仍在我身上。決勝局最後階段，我拉滿弓時，右腕忽然傳來熟悉的刺痛。那一瞬間，我幾乎想逞強。羅振海在場外喊我不敢射，想逼我用疼痛證明自己仍是主力。他最懂得刺中我的軟肋。我把弦慢慢放回去，等呼吸和手腕一起降到能控制的範圍。弓弦沒有替我決定。那些嘲笑沒有消失，但他們第一次沒有替我決定放箭時間。我第一次容許自己被嘲笑。重新舉弓後，我只射出1支9環，沒有追求能壓住所有人的10環。這1分已經足夠。收尾位置仍由高寧承擔，他以9環內側守住最後1分優勢。他把最後位置穩穩接住。計分板確認逆風隊擊敗省隊，我們3人一起握住全國外卡證書。證書邊緣被我們握皺。糖果笑着說，這張證不是誰讓給我們的，是一件一件射回來的。他說的理直氣壯。頒證不到10分鐘，手機上便出現我夜裡獨自加練的偷拍影片。畫面清晰的無法否認。畫面清楚拍到我在隊友離開後，又多射了整整30箭。每一箭都越過了白板。另一段醫療記錄寫着，
持續超量可能造成永久性損傷。那些字像判決。我想先追查偷拍設備來源，卻在糖果沉下去的目光裡失去所有辯解。我知道他們已經看懂。外卡仍在手中，可我親手破壞的是比資格更難重建的信任。勝利突然變得很沉。糖果把場地鑰匙放在桌上，問我為什麼說會停，卻只在他們面前停。他沒有提高聲音。我承認偷拍沒有造假，那晚我確實多射了30箭。事實已經完整。我說自己只是怕全國賽準備不足，這句話出口便顯得格外空洞。我連自己都說服不了。糖果看穿得更直接，他說我不是怕輸，是怕隊伍沒有我就贏不了。這句話正中核心。高寧查到偷拍設備藏在儲藏間，卻提醒抓到羅振海也洗不掉我的失信。兩件事不能互相抵消。我第一次沒有把對手違規當成自己的免責證明，我只能留下記錄。糖果離開靶場冷靜，沒有說退隊，也沒有答應會回來。那把鑰匙像一道界限。羅振海趁機遞給他審隊候補合約，承諾直接送他進全國賽，條件正好擊中他的舊痛。他只問一件事，最後一件是不是由自己決定？答案仍和從前一樣。得到否定答案後，他合上合約，卻仍沒有站回我身邊。他拒絕的是控制。我終於知道，拒絕羅振海不等於原諒我，兩件事必須分開承擔。信任沒有捷徑。主辦方正式凍結外卡，要求48小時內提交新的安全陣容。資格再次懸在半空。同一天，省隊供應商施壓劍具店，收回我們借用的2把比賽弓。空弓架讓人心慌。空下來的弓架比任何通知都清楚，隊伍已沒有多餘資源可失去。我們只能重新盤點。高寧查遍規則，發現地方臨時註冊不能用於全國賽。規則沒有為我們留情。他唯一的出口是隔日下午完成36件補測並達到正式標準。那是唯一合法出口。我本能想說他還沒準備好，話到嘴邊卻想起自己曾怎樣替他安排。保護差點又變成命令。高寧先問我，你是不是又要替我決定？他的眼神沒有退讓。我把反對咽回去，只問他需要哪些器材和退路。這次我先問需求。糖果沒有回隊，卻把墨白舊弓留在門口，算是一個沒有說出口的答案。他仍替自己留了一條路。我們只剩不到24小時，還缺一把真正符合高寧手型的弓。時間比器材更難補。外卡不再能靠我硬撐保住，第3個正式名字必須由高寧自己射出。他必須靠自己的分數。我第一次在最危急的資格問題上，沒有把自己的判斷放在他前面。我終於學會退後。地面上攤滿不同來源的弓片、舊弓把、配重和磨損的螺絲，每一件都不完整。剩下的2把弓都不適合高寧，應用只會把恐慌變成新的傷害。錯配比缺少更危險。我先問他是否仍要參加補測，而不是直接替他宣布繼續。問題必須先被說清。高寧點頭，說失敗可以接受，被別人提前判定不行才不可以。他的答案沒有遲疑。糖果回到靶場，默默把自己舊弓上的可用零件拆了下來。他沒有解釋為何回來。我們連夜拼出符合規則的臨時弓，卻沒有時間做完整長程驗證。每個螺絲都重新檢查。高寧站上20米線，第一箭直接脫靶，落在靶架旁的沙地。箭落地的聲音很輕。第2箭勉強進5環，他的手指開始不受控的發抖。他開始聽見舊日笑聲。第3箭還沒拉滿，他便蹲在射線旁喘氣，像又聽見過去那些笑聲。空氣像忽然變窄。
倒數中仍在走，任何一句催促都可能把他重新推回那場退賽。沒有人敢替他倒數。我問他要停多久，他沒有看我，只說5分鐘。他自己說出時間。我們真的停下來，沒有人把這5分鐘當成懦弱或浪費。我們守住了約定。臨時弓放在他伸手可及的位置，退路也同樣留在那裡。選擇和器材並排放着。低谷沒有立刻結束，但這一次是否再站起來只由高寧決定。他還沒有被結果定義。5分鐘到了，高寧自己拿起臨時弓，重新走回射線，腳步仍有些不穩。第4箭落在7環，他沒有慶祝，只先把3段紅線重新綁好。他先找回可見的東西。補測開始後，羅振海故意帶省隊到旁邊訓練，讓口令和笑聲不斷傳來，干擾沒有一刻停止。高寧沒有驅趕那些聲音，只把注意力一次次拉回眼前紅線。一次呼吸就是一次選擇。許曼忽然走近，把藍色筆記放到椅子上，不再握在自己手裡。他終於放下不屬於他的東西。他提醒臨時弓配重偏低，後半段箭路會逐漸下墜。這句提醒沒有附帶交易。高寧接受器材資訊，卻沒有翻開筆記尋找預設答案。今天的風不在舊夜裡。他不追10環，只維持能完成36箭的穩定節奏。穩定本身就是勝利。最後3箭前，他的分數仍貼着標準線，任何7環都可能失敗。看台安靜的發緊。第36箭落下，顯示板停在高出標準2分的位置。數字亮起時，他沒有眨眼。高寧低頭握住弓，像終於把曾被放棄的自己重新帶回隊伍。這一次沒有人替他簽名。外卡恢復前，我們還得通過與省隊主力的8箭團體測試。最後一道門還沒打開。許曼開舉2支10環，省隊立刻把壓力推到我們這邊。他沒有因對手滿分慌亂。糖果回以9環和10環，沒有等待任何人的批准。那是他自己的開局。高寧即使在室內，也綁起3段紅線，提醒自己只看眼前。紅線也成了他的呼吸。輪到我時，羅振海要求臨時檢查護腕，把倒數拖到只剩8秒。我只剩一次穩定選擇。我沒有冒險追10環，只在時間內射出一支穩定9環。這一箭沒有逞強。最後2箭前，逆風隊仍落後2分，收尾原本屬於高寧。位置不再等於價值。他主動把位置讓給糖果，說自己不再需要靠最後一箭證明存在。他把權力交給真正需要的人。糖果接過射序時沒有推辭，因為這次交接來自隊友的選擇。這不是誰施捨的收尾。他連射2個10環，總分停在77，外卡正式恢復。資格終於重新亮起。我們3個重新站在一起，卻沒有任何人再被叫做只是替補。我們的名字並排顯示。全國賽開始後，黃色筆記攤在場邊，3人的欄位同樣寬，沒有人的欄位被縮小。箭數、疼痛、風場口令和臨時射序都由我們輪流記錄。風和身體都被如實寫下。糖果負責快速開局，把第一波壓力先打回對手半場。他的節奏已不再像替補。高寧在場邊調整紅線和配重，器材判斷不再只是幕後工作。他的工作被所有人看見。我只在規定箭數內做等待決策，疼痛到2級便停止加箭。這次停下有人共同見證。第一場勝利沒有最後一刻的英雄，只有每一段射序都被完成。我們甚至沒有慶祝太久。第2場對手試圖拖慢節奏，糖果反而主動要求改成短口令，方法也能被隊友修改。高寧接過收尾，我把弓放回架上，
沒有再偷偷補一件。我沒有感到被取代。2場計分板先後亮起勝利，逆風隊排名進入全國4強。4強兩字亮得刺眼。我翻看黃色筆記，第一次看見整支隊伍都能被同一本紀錄保護。它保護的不是單一主力。下一場對戰表亮出省隊，看台聲浪立刻變得尖銳。舊對手再次站到面前。羅振海站在另一側，手裡仍拿着那本黑色舊筆記。2本筆記像2套規則。羅振海翻開黑色筆記，讓許曼照半年前記錄提前2秒放箭。他仍相信昨天能控制今天。第一箭命中10環，看台立刻把舊資料當成無法推翻的答案。歡呼聲先站到他那邊。高寧卻聽見把架細繩連敲3下，判斷把錢回流已經延後。細小聲音改變了全部判斷。黃色筆記上只留下右、短、停，現在幾個現場口令，每個字都只服務當下。我們不再複製固定節奏，而是讓每一箭重新確認封路，決定權留在射手手裡。比賽中斷，廣告板固定繩突然鬆開，大片板面向射線偏轉，封路瞬間重寫。省隊人照舊筆記出箭，箭群開始被新的側風逐步推開，舊資料開始反咬他們。糖果依自己的判斷多等半秒，10環落點比口令更早證明改變。他的等待沒有被催促。最後6箭，我們射出5個10環和1個9環，落點比爭辯更清楚。逆風隊以2分取得決賽第1席，黑色筆記第一次被羅振海合上。看台第一次喊出逆風。我看着場上仍在流動的風，知道任何記錄都不能替人設今天。我也終於放下那本舊賬。決賽前，我看見許曼右肩止痛貼下的肌肉持續發抖，那不是普通的緊張。羅振海卻把更重的弓片塞給他，要他用力量守住主力位置。他的身體已經先拒絕。提出安全檢查會延賽，也會讓我們剛適應的風場全部改變。勝負會立刻重新洗牌。我仍正式舉手，糖果當場說後果由逆風隊一起承擔。我們沒有把責任推給他。12分鐘檢查後，許曼被禁止使用重弓，羅振海的臉色徹底沉下去。安全線終於高過名額。風場重置讓我們首局落後5分，場邊有人開始質疑我多管閒事。我仍沒有後悔舉手。第2局，3人各自修正瞄點，把差距一件一件追回，只剩1分。每一分都由自己追回。許曼忽然把黑色筆記放上裁判桌，承認署名頁早被撕掉。那本筆記終於離開控制者。他說主力位置曾被拿來交換沉默，也承認自己接受過不該拿的資料。他願意為自己的選擇負責。裁判撤去羅振海的場邊指揮權，啟動傷情與利益衝突調查。場邊第一次沒有他的口令。最後6箭前，我只剩2箭額度，而冠軍與紀錄都壓在眼前。我清楚剩下的代價。電子靶回放確認糖果有1支10環漏記，總分被修正到171。漏記終於被更正。要奪冠並刷新紀錄，最後6箭必須拿到55分。每一分都有明確重量。我在紙上寫下新的設序，自己的名字只出現在第1和第3格，最後2格留給糖果。高寧看過後簽名，糖果也確認最後2箭都由他自己決定。這是共同確認的設序。第1箭我等回流退開，10環落下時，右腕疼痛升到2級。我只聽自己的呼吸。高寧接着射出9環，沒有冒險追求會打亂節奏的10環。他沒有因記錄改變方法。第3箭輪到我把所有力氣收在安全角度，再射1個10環。疼痛沒有超過紅線。那是我的第72箭，我主動扣上護腕，
把弓放回架上。這次我真的停下來。羅振海在場外大喊要我繼續，這一次沒有人替我遞回弓，弓架替我守住規則。高寧用自己的3句口令完成第2個9環，守住記錄所需的底線。他把中段完整交出。最後2箭全屬於糖果，他第1箭射進10環，場館只剩最後倒數。最後位置沒有被任何人奪走。風在3秒時轉向，他沒有聽催促，而是等紅線短暫停住。他等待的3秒屬於自己。最後1箭穿過逆風回流釘進10環，主評跳出229分。全場聲音像箭一樣穿出去。紀錄提高4分，3張國家集訓推薦表分別送到我們手中。我們各自接住自己的名字。羅振海又遞來名額合約，我們沒有接，只在各自的推薦表上簽名。沒有人的資格再被代簽。賽後調查確認羅振海不當使用選手資料，隱瞞傷情並存在利益衝突。每一項都有原始記錄。他被停止帶隊，贊助資金也不再由單一教練管理。權力終於被拆開。省隊設立共同申訴機制，傷勢、資料和名額都必須留下多人記錄。制度開始留下多人簽名。許曼退回不正當獎勵，接受肩傷治療，準備從公開資格賽重新開始。他選擇從自己的起點中來。他把藍色筆記膠還給我，我沒有收進抽屜，而是放進共同資料櫃。舊資料不再屬於任何教練。3個月後，我們把廢棄倉庫整理成逆風箭館，門牌由我們一起掛上。糖果負責青少年隊，第一件事就是問每個孩子想怎麼射最後1箭。他把承諾說得很清楚。高寧設計倒數與風場訓練，3段紅線掛滿不同高度的靶架，每條紅線都能被孩子讀懂。我一邊復健，一邊教人記錄疼痛，也允許任何選手主動停下。停下也被當成訓練的一部分。箭館牆上沒有主力榜，只有每個人自己的箭數、選擇和名字。沒有人被排在名字後面。一個孩子問最後1箭到底該交給誰，風正好翻開黃色筆記，紙頁在風裡輕響。最後一頁只寫着下肢、糖果、高寧，而答案屬於站在射線上的人。這次答案不需要教練批准。